台风特别报道。您好，我是阮绍安。好，那么新闻一开始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了，巴威台风逐步逼近当中，要提醒您注意自身的安全了。同时呢，我们也要跟您提醒的，整个台风它影响台湾的时间有稍微延后了一些，整个暴风圈接触到台湾陆地的时间大概是会在明天的凌晨左右哦。而对于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落在了明天的一个时间，而我们 TVBS 也开设了灾情的回报专区。如果您确保您自己本身是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欢迎您可以拍下各地最新的天气变化以及相关灾情画面，也欢迎您扫描我们画面上的 QR code 提供给我们，好帮助大家随时来掌握最新的风雨动态了。那么我们也会坚守新闻专业哦，所有的新闻画面我们都会有我们的记者同仁们来跟您确认地点以及进行一个相关的核实。您授权 TVBS 电视以及网络平台所使用的影音，我们也会确保您的一个所谓的姓名或者是昵称也会被妥善标注在当中。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以及加入了。好，那么继续回来看到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礼拜六，到底停班停课到底是怎么样呢？好，您可以透过我们的框板上来看到，基本上全台湾在本岛的部分，除了在台东之外，其他通通都是停班停课的。而台东地区离岛的兰屿、绿岛停班停课，金门这边也是要上班上课的，连江这边呢是停班停课的。好，我们这张图可以稍微先停一下，包括我们的基北、北桃、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以及南部的台南、高雄、台东、这个屏东、宜兰、花莲，以及台东的兰屿、绿岛、连江、澎湖这些地方，通通都是停班停课的。好，以上资讯提供给各位参考了。好，继续回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条连线焦点，聚焦在的是国道3号的苗栗西湖路段，疑似呢是因为天雨路滑发生了2起车祸，不过好在没有人员受伤。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伟人。好的，画面中国道上雨势不小，车辆行进间激起大片水花，但前方银色自小客车疑似因为雨水突然打滑，车辆一下朝右偏，一下朝左偏，不断蛇行，激起的水花还喷溅到停在路肩的车辆，最后撞上中线护栏才降速停了下来。后方车辆经过可以看到小客车后保险杆已经掉到路中，车厢也整个被撞开。巴威台风袭台，北台湾雨势不小。今天傍晚6点，国道3号北上144公里处苗栗西湖路段就接连发生2起车祸。据了解，前面2台停在路肩的车当时先发生碰撞，不到几分钟，这台银色自小客车又自撞。国道警方到场后确认3人都没涉及酒驾毒驾，疑似是雨天视线不佳，加上车辆因为雨水打滑才会酿祸。警方也呼吁民众雨天应该减速慢行，多留意路况，才能避免发生危险。好，那么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巴威台风袭台，在中部地区虽然现在的雨势呢是不大的，但是风力还是非常强劲，也造成了不少灾情哦。今天下午在台中的西屯区有货车载运木栈板被吹落，直接砸到了2台车子，而彰化的139县道也有路树被吹断，所幸无人受伤。车辆行驶间右侧边坡树木突然倒塌，擦过前方小客车，后方车主急忙转向车头，差一点点也中标。树木断面呈不规则撕裂，巴威台风袭台。7月10号下午3点多，彰化分园139县道上疑似风势过大，吹断路树。公所获报后也马上前往修剪，直到4点50分恢复双向道路通畅。但下个车主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样是路树倒塌，台中这位车主爱车直接被砸个正着，后挡风玻璃全碎了。来这边附近吃饭，路树突然就掉下来了。预计这样子可能要修多少？来5、6万。车上满是碎玻璃跟刮痕。晚间6点半左右，西屯区西安公园附近也有树木断裂，当事人报警，交由警方厘清是风太大还是其他因素导致。而说到强风酿祸，这个画面更为惊险，从半空中掉落的大量木栈板，就这样砸毁行进中的车辆。这样，就突然之间被砸到这样。我不知道，下来看才知道。被砸撞的小客车车顶凹陷，车窗破裂，满地栈板零件。后方驾驶及时刹车，只有部分车损，但想起当时心有余悸。好几块栈板一起掉下来，应该是风吹的，因为我那时候有抬头往上看的时候，还有那个2块栈板，那个货车司机有那个，他要赶快在那边拉。这些栈板哪里来？原来是上方台74线快速道路，
10号下午，这辆连接车行驶过台中西屯市政路段，当时司机后方载运的木栈板被强风吹歪，停车要冲绑时已经太迟。一直走出来，我就知影讲啊，这有问题啊。哦，你后视镜看到？哎呀，动边落，要甲刹到转去啊，就落来了。警方到场后也赶紧将车辆移至，所幸只有2车受损，没有人员受伤。但不管是风太大还是其他原因，货车载运的物品掉落，可以道交条例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如果确认是没绑好，还能加处3000元至6000元罚锾。TVB 的新闻陈志荣、蒋远、廖允琛、陈维仁彰化台中报道。好，现在是寒假，也有不少民众是安排要出国，只不过呢，因为这台风逼近，桃园机场也全面的绷紧神经哦，空桥上绑着绳索来进行固定，飞机这边呢也加满油，增加重量，甚至部分小型飞机是提前转往高雄来避风啊。而由于明天台风的威力会更加惊人，所以桃园机场这边已经宣布了，有760个架次的航班。通通呢是都取消的，甚至是连停在露天的航班，现在也都用绳索固定，以避免被吹走。我们一起来看。绳索牢牢固定，绑在飞机轮还有地面的杆子上，好几名工作人员联手合作，飞机通通就定位绑紧紧。受到巴威台风来袭影响，桃园机场侧风大，不止飞机要固定，空桥同样也不能马虎。空桥支撑住，绑上粗绳索，再和地面牢牢固定。不止一侧空桥4周全部绑紧，就是要防止巴威台风来袭，空桥被吹得东倒西歪。班机也得提前防台，停靠的大客机加满油，增加机身重量，降低强风吹动风险。还在国外的新飞机则暂时先不要飞回台湾，小型飞机则提前调度转降高雄机场。平时用来搬运行李的机场地下通道，工人忙着架起红色挡板，一旁预备用的沙包更堆成小山，因为这里曾经因暴雨淹水，面对巴威台风，桃机不敢大意。再看到机场外的滞洪池，水流目前还不算大，但杂物已提前清理，避免豪雨一来，保特瓶、树枝卡住排水管。将来就是到了高度之后，它自动启动抽的时候，它全部都会往普新基这个方向来做总的排水。一旦水位达到设定高度，马达就会自动启动，将水往外抽排。在明天呢，大概是台风正侵袭最严峻的时候，所以大概所有班表上的760架的班次大概就会取消。7月正值暑假旺季，桃机单日旅客量通常会突破14万人次，但巴威台风逼近，10号取消153架次航班，出入境人次也降到9.462人。预计要到12号凌晨4点过后，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再视天候状况逐步恢复航班起降。TVB 新闻综合报道。好，那么您现在可以透过我们框板上的一个画面，带您来看到的是，在宜兰这边入夜之后风雨真的是有变得很明显，已经变强了，而且呢，这风势夹带着雨势是让整条路上是都出现了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况了。好，那么呢，这个是来自宜兰这边入夜之后最新的画面，我们也会随时来进行更新哦。好，那么也很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在这个留言区里头来跟我们提到的，就是有关于会长有说嘛，在淡水这边目前风雨还不大。是的，因为整个暴风圈大概在凌晨的时候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外围环流还是要特别小心，还是会有一些风雨存在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忽了。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基隆这边，平地24小时雨量预估达到200到340毫米。在基隆市晚间宣布预警性封闭台2线等3路段详细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石壁。中台巴威呢，逐渐的接近台湾。我们目前人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基隆的台2线67.5公里处。你可以看到记者目前身在的地方呢，风强雨也慢慢的在变大。而我后头这个路段呢，已经开始封闭了这个路段，从67.5公里处呢，一直封到68.6公里处，这个路段都完全的封闭。其实基隆市政府晚间呢，总共封闭了3个路段，包含了就是瑞芳的台2线北宁路、外木山、上海路以及七堵区堵南1之1道路，总共有3处。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封闭，提醒民众要改走其他的替代性道路。那么呢，
基隆市政府也有特别提到，台风的这段期间的民众没有必要的话，不要任意的外出。北一路的这个路段呢，为什么这样预警性的封闭呢？也又表示其实因为风雨变大的关系也会担心到该个路段会不会有土石的发生，所以也请在提早来做封闭的路段，这样子也请民众尽早的来做改道通行。好，那么也非常的谢谢施碧在现场为我们带来最新的画面哦。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在新北市淡水，下午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一些风势了。老街的商家有大概70%是都没有开门的，而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现在也是遇上了第一个台风。交通部长陈世凯赶赴现场来视察状况，晚间大桥呢也分为2个时段来进行预警性封闭。我们一起来看。淡水午后下起大雨，淡水河水位也逐渐上升，但不少民众还是在岸边走走，而岸边的马街铜像，在地人也忧心又会受到台风影响。这海水满潮的时候就淹上来了，进来的话就会淹上来了，这边都不能走路了。上次台风水都会淹上来，水都会冲上来。另一头，在淡水老街，因为风雨忽大忽小，不少人还是趁着天气稳定，先上街走走。有70%的店家几乎都没有开门。如果呢有开门的店家的话，几乎都在做防台的准备。也可以看到其实不少店家都已经把沙包都已经堆好，比较低的东西就把它稍微挪一下，挪高一点。对啊，那可以收的话，我们就稍微收一下。影响一半有吧，50%有。只是早上没下雨才出来开的。我想说，今天也早就要收了。不过，在淡江大桥面临通车后首个台风，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前往视察，一定要来看一下。除了确保防台状况，淡江大桥晚间8点会封闭自行车、机车跟人行道，晚间11点封闭主要车道跟公车道，民众要往返淡水跟八里关渡大桥可作为替代道路。那这次西北台我们又在河口，这个风力有可能会到达8级以上。那以我们之前的经验，桥上的这个风力只要到达7级。骑自行车其实就有点危险，那机车也有点危险。开放的时间，我们大概会看礼拜天的早上。好，礼拜天的早上，我们看整个风力的状况。淡江大桥周6预计再封闭1天，何时开放就看周日上午天气。天飞新闻李建伟、叶瑞娜新北采访报道。好，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12分了。现场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待着非常晚，都在公司一直拼命跟我们守护的这个台风动态的宣彤，欢迎他。少安好，大家好。好，那宣彤今天也是一样要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巴威的一个最新动态哦。那么我们刚刚有聊到过，就是巴威应该是暴风圈会在等一下嘛，大概是凌晨左右会接触到台湾。那继续把时间交给你了。好，这巴威台风，如果你有看这云图的话，你会发现在前几个小时，它的南侧对流相对比较强，但是现在有稍微的往东北的方向移，也就是它移动方向的大概东半部地区，刚好就处在它危险半圆，当然还没有到很正的东半部啦。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当它往台湾方向靠近的时候，它的这个强雨带是不是还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刚好就是落在台湾的陆地上面？如果有的话，那风雨呢会比影响中的还要在预期中的再影响大一点点。我们来看到目前警报单上面的状态，它现在距离我们大概还有530公里远，持续往西北的方向来靠近台湾。那么中心呢，预计最快可能要等到凌晨2、3点的时候会来到石垣岛附近，所以呢，它的暴风圈预计也在那个时候会碰触到台湾的东北角陆地。那我们说它现在呢要登陆机会微乎其微，因为它的路径已经北调了很多，而且它看起来也不是一个西北台，西北台必须在这2个地方的中间来通过比较大的机会。但是即便如此，它整个暴风半径依旧是380公里，即便靠近的时候减弱350公里，还是一样可以把整个中部以北地区都给罩住。所以气象署目前发布的陆上台风警报，包含彰化以北、南投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在马祖这几个地方呢，都要严加戒备。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3个时间点，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凌晨之外，什么时候风雨会最强？就是它台风位置距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大概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不止影响范围相对广，而且呢更靠近它的北台湾，降雨和风也会增大，比现在更加的明显。要什么时候才会脱离？预计在礼拜日的凌晨才有机会。到时呢，它的中心也会逐渐的靠近中国大陆的浙江，那这时候呢，风雨就会逐渐的减弱下来。但是马祖呢，相对于它的影响时间比较晚，它影响的时间也会来得比较长。再来要看到的就是今天的降雨，以
过去3个小时累积雨量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在台湾的西北部地区，这是台风的外围移进来之后，受到地形抬升，还有本身在近海上面的对流移进来，所以像是在新竹、像是在桃园以及在苗栗这些的地方3小时的时雨量都有来到29到37毫米，但老实说，这样子的雨量还不是特别多。毕竟夏天的午后雷阵雨1个小时就有机会会超过70毫米，超过80毫米。但是因为现在台风还没有真的靠近嘛，我们说暴风圈要靠近的话，真的要等到凌晨2点之后才会，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最强，那个时候开始增强，所以明天白天才是这一次台风的重头戏。我们来观测，目前西半部地区已经测到了7级到9级以上的强阵风，几乎很多地方都有达到。同时，红色的圈圈，中部地区的沿海以及中部地区的山区，还有台北山区、澎湖呢，也都测到了10级以上的强阵风。目前测到最强的是在新竹的五峰，这边有11级的强阵风。气象署也持续的发布着强风特报。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在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的沿海都容易吹起6级以上的军风到8级以上的强阵风之外，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离岛、马祖呢，这几个地方更是有机会吹起11级以上的强阵风。那风只要越来越大，浪也会跟着越来越强，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呢，要注意台风在逼近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6到8米以上的浪高。北部地区沿海也是，西半部地区呢相对好一些，但也有4米。未来几天尽可能不要前往到海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陆上强风特报，还有海浪的部分。那么24小时的累积雨量状况，现在气象署全台湾本岛都发布了豪大雨特报，亮起紫色的，代表说超大豪雨级别，一整天累积雨量会超过500毫米。目前看，像是在台北、新北呢，他们的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都在490到700毫米，有达到700毫米的，除了新北，还有桃园以及新竹以及苗栗这几个地方呢，相对都是降雨的重灾区，所以要特别提醒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常年时的降雨非常是容易会致灾的，提醒就不要前往到山区了。那预防性的撤离，现在在北部地区局部山区也有做。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风的部分，在明天白天的时候，北部地区的风增强，而且这时候还不是最强的，在明天中午之后还有可能有更强的时间，以及在东南部地区离岛、南部地区平地，还有在马祖都要注意12级以上的强风。最后，我们要来看到12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图，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北部地区的降雨再增多，中南部地区的山区也是。南部地区虽然平地有间歇降雨，但降雨的强度也没有到很强。南部地区注意的是风，而明天白天是这个8威台风最强的时候，中部以北地区的山区，还有北部地区的平地都有机会来到150毫米以上，12小时就下了。那么在山区的部分更是有机会达标到300毫米，而在西半部地区呢，你越往南走，这样的降雨会越来越少。东半部地区的平地也是，东半部地区的平地同样要注意的是强风。直到明天的晚上，北部地区的降雨要少了，因为台风在逐渐的远离。中南部地区西南风还在，所以在山区还是有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以及马祖呢，它的降雨这时候才会进一步的增大，累积雨量就有机会超过90毫米。好，非常感谢宣统到这么晚都还陪我们到现在哦，非常感谢你辛苦了，谢谢，谢谢韶安。好，那么也要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里头跟我们回报了非常多的一个讯息哦。有观众朋友跟我们讲说，在台南啊，现在的风是很大的，而没有下雨哦。还有呢，像是这个刚刚会长有跟我们讲到过，就是有关于淡水的部分嘛，现在也是属于一个风大，但是雨好像还好的一个情况。但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包括刚刚宣统有讲到，就是整个台风影响台湾的时间落在明天的凌晨白天这段时间，还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了。好，继续回来看到的是有关宜兰的部分哦，这风雨是忽大忽小，在原本很热闹的礁溪车站周边也变得非常冷清。不过呢，有饭店还是有人员来留守的，并且做好了防台工作。好，那么有关饭店的最新状况，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婷莹。好，持续来为您关心宜兰最新情况。我们一样是待在礁溪火车站附近，这里呢原本其实平常人潮是非常多的，但是现在因为台风的关系，街道上非常的冷清。不过呢，也是有一些店家还是持续有营业，包括像是热炒店或是饭店。而饭店呢，他们还是有做好比较充足的这个防台准备，像是在外面的这个守卫室门口啊，他们其实是有把这个窗户的玻璃跟玻璃之间夹着这个毛巾，就是要去防止说，如果今天风雨太大的话，很有可
可能会去影响到说他们两个窗户互相碰撞，导致说他们可能会碎裂的情况。所以因此他们都是有除了夹毛巾，有就是贴这些贴布要让它固定住。另外呢，也因为饭店附近有一些就是周遭的设备设施，所以他们在地板下面呢，其实有一些机房存在的。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机房的上方呢，摆上了这个帆布袋，还有像是沙包来去防止说，如果今天雨真的太大的话，可能会有雨水渗漏进去，导致让这些机房设备、一些电子设备可能会有损坏的情形。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说整个饭店的这些供电设备是有状况的。另外呢，大门口的这个沙包也一定是不可以少的，毕竟如果真的水淹上来、淹进来的话，也有可能会让他们里面就是整个都淹水，然后造成里面的其他设施有毁损的情况。那他们其实也有提到说，因为台风这次来的关系，所以有不少的房客已经就是退房了，但是他们仍然得需要留守在现场，以免说，如果真的有人临时想要住的话，也可以进来住。不过呢，虽然说现在的这个风雨状况呢是，一下强一下弱，有时候风很大，那有时候会突然下很大的雨，感觉上呢已经有越来越大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气象署他们预报是说，这个暴风圈出入的时间大概是在明天的凌晨前后，因此不要看说现在好像风雨还没有那么夸张，所以就轻忽一定要特别小心。好，那么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回报的。目前呢，看起来是桃园这边已经开始下雨了，而我们的新化主播也告诉我们说，台北这边也下雨了。那藏边呢也说，内湖好像也在下雨哦。看来这个雨势以及风势呢，开始要慢慢来接近台湾，也是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了。好，继续回来看到的是有关气象署这边预估在桃园和新竹山区总雨量可能会达到900毫米。拉山已经起雾下雨了，而正值水蜜桃产季，果农是全家总动员来进行抢收，就很担心辛苦整年的薪水都会因此泡汤哦。而在这个石门水库这边已经提前进行了所谓的调节性放水，预计在明天早上8点就会开始泄洪。宜兰和新竹山区的居民目前已经陆续的展开预防性撤离，我们一起关注。台风来喽，陆陆续续来喽。山上已经开始下雨，就怕辛苦栽种的水果受损，果农赶紧抓紧时间，要把树上的水蜜桃通通采收下来。我的小儿子说：“爸爸，快点采嘛！”好了，我说没有关系，好了。防台。八威台风步步进逼，桃园拉山区已经开始起雾，雨一阵一阵的下。石门水库现场大水哗啦啦落下来，下午4点开始调节性放水，预估隔天早上8点开启一洪道进行泄洪。我们现在就在宜兰的松罗村，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是阴天，但其实下午整个山区的天气实在很不稳定，大约从2点左右开始就出现了间歇性的大雨，而包含松罗村在内，周遭的英式村还有太平村都已经发布了黄色土石流警报。位在山区的南澳乡也已经展开预防性撤离，一共造册483人，国军出动大批人力协助村民。这个大概我们4点我们要进行强制撤离啊。消防队员来到新竹山区村落，挨家挨户敲门，提醒居民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强制撤离。同样位在山区的五峰乡花园村，气氛也很紧张，其中4到80的居民都在撤离的名单内。气象署预估，台风期间桃园和新竹山区总雨量可能高达900毫米，宜兰山区也有可能达到600毫米。接下来风雨加剧，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那么受到八威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入夜之后呢，在北台湾的风雨也会逐渐增强。台北市的气象团队就预测了10到11级风力将会在都会市区来产生所谓的峡管效应。市长蒋万安也示警，今天入夜之后一路到明天一整天，在台北都会是狂风暴雨。真的是被风吹着走。文化大学后山平常是夜景胜地，台风逐渐靠近，还有学生想看风景，但这风实在太大，只好回去。要回家，这风太大了。根据气象署资料，文化大学入夜后9点钟吹起10级阵风，八威台风威力不容小觑，民众还是待在家里。市长的话要听。这一次我们气象团队预测，不管是风势、雨势，都是非常典型狂风暴雨复合型的极端气候，尤其像10到11级的风力，在都会市区也会产生峡管效应，
加强这整个的破坏力。呼吁市民在家防台，而网友超晚的蒋万安帅照图卡也回来了，甚至一口气放上4张。入夜后，不止台北、花莲的风浪也很明显。浪高超过5米，花莲县府紧急针对太平洋公园实施封闭，而桃园则有不少民众不畏风雨要领鸡排。几点过来的？7点50。我来的时候就领了93号。店家为了响应世足，没想到遇上台风逼近，只能说也算是一种小确幸。拿完鸡排就赶快回家，好好防台。天乐讯主管黄佩宇台报道。好，再来关心到内湖的部分呢，上个月才刚经历过淹水的灾情嘛，而这一次呢，8威台风又来了，担心再度淹水，这民众呢也是赶快的来堆沙包来备战啊。不过也有民众是不做准备，认为这台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前提是呢，这北市府有预先做好准备，那么就不会淹水。我们一起来看。防8威台风，台北市内湖居民全面备战，包括金龙路、内湖路、成功路等区域，毕竟625才经历淹水灾情，周遭商家赶紧在店门口堆放沙包，以防噩梦又再度重演。这一次的台风来势汹汹，所以包括就是沙包，然后还有就是地下室是让我们最担心的地方。那申请的水闸门因为还没有下来，所以我们就是有定做一块木板。对，就是用木板加上那个胶带的方式让它防水。向市府申请的防洪闸门还没来，只能先自己粘上木板应急。但上回车辆灭顶的苦主，这回干脆不做准备，毕竟车辆还得报废，也认为这次灾情没那么严重。抽水站没有问题，排水没有问题，然后下水道没有问题，那要淹的几率是等于0啊。这3个条件有一个条件有突锤的话，可能就会淹了。这言下之意是，只要北市府事前有做好准备，就不会出事。但有民众认为，只能申请10盒沙包，若店面门口太宽，根本不够用。一般你有说家庭10包可能或许够了，我们这种店家不可能啊。而且就算你要叠，这要叠多少包啊？这叠到来那些沙包要拿到哪里去？对啊，索性就不拿了。对啊，拿了也没用了，因为这门口太宽了啦，而且这次淹那么高，你要叠多高？每一个人头可以领10个最多，但当然您的那个门面比较宽，或是店面有前后门的状况下，那您只要拿其他人的证件，就是一起来做的话，我们没有限制说一个店面只能领多少。水利处他们就有派那个机动式的抽水车，然后在我们金龙里有2个据点，那他们就是在待命，就如果真的有淹水的状况或者是紧急通报的话，他可以第一时间帮我们做处理。这样8威台风步步紧逼，内湖会不会重演淹水灾情，就看蒋市府这一回的补考有没有准备好。TVB 新闻刘淑慧、蔡炳宏台北报道。好，再来关心到这8威台风进逼，在入夜之后，花莲的风浪是持续的更加明显了，尤其呢是在观光渔港这边出现了长浪哦，而大浪甚至直接翻上了边坡堤防，溅到马路上，现场还有机车想要通过，这场面是非常的危险的。继续把时间交给一环。好，主播及观众，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花莲观光渔港，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赏金码头这边。可以看到现在这边的风真的非常的大，尤其我们其实是在这个2楼的地方，风势感受更明显。那原本这边是通往上头的这个观景台，现在也已经完全都封起来了，让民众不要再往上头靠近。那么另外呢，我们从这个中间2楼这边的通道可以看到说，远方的这个黄坡堤这边的海浪不断的拍打上来。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这边待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个浪真的是一波一波、一阵一阵的。尤其呢，它比较大的时候它不止浪会越过防坡堤，甚至还会喷溅到这个下方的一般车子的道路。像是刚刚就有机车想要通过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阵浪打上来，它差点就要被就是喷溅到，那它赶紧也是骑到别的地方去，不然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生命上的危险。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现在这边的风浪真的是非常的大。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他们的资料是显示到说，其实在这个今天晚上9点了之后，花莲地区的这个瞬间阵风是可以最强来到8级，那么平均的风速也是有到6、7级的，也因此要提醒大家，真的现在不要再出门了。像是我们刚刚我就是连我站在这个2楼的平台这边，其实你真的
不扶着东西，或者是它瞬间强风过来的时候，你也很难站稳。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浪的部分，其实现在不只是在这个观景台的部分，很多沿海的地区都是已经拉起封锁线，甚至是已经封闭不让民众靠近的。原因就是长浪不断，那浪高也非常大。根据气象署的资料也是可以显示到说，这个花莲地区的长浪最高是长浪非常多，那甚至这个浪高可以到5.9米这么高。所以提醒大家，尽可能的现在越晚时间了之后，不管是在东部地区或是全台其他地方的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再出门，因为八威现在甚至暴风圈还没有侵袭到我们。那么真的侵袭过来了之后，这个风势雨势都是不容小觑。那么以上最新交还给彭磊主播。好，那么非常感谢一环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状况。好，我们这边也要为您带来一则最新消息哦，是因为受到八威的影响，民航局这边统计啊，今天截至晚上11点，国内线取消160架次，两岸及国际航线则取消了330架次。好，这是来自航空的最新资讯了。继续回来看到的是台中的逢甲夜市，同样也是受到台风影响，这平常啊这个人潮是有相对锐减的一个趋势。店家也说这生意不如预期，明天开不开店就得看周六风雨。继续交给陈琦。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台中最热闹的逢甲夜市。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许多的摊贩，他们都拉起了铁门，还有一些露天摊贩呢，他们也有出来营业，但是呢，有的可能会提早打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的人潮呢，还是逐渐有零星的2、3个慢慢步出夜市，也有人呢就是买好了东西，赶快要回家访台。那我们来看一段稍早呢跟店家的访问。台风天当然会减少很多，不会像平常这么多。毕竟现在雨也还没下，风也没那么大，看到这些人潮还是会有点揪心了。对，因为没有以往这么好。做生意好像跟平日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影响，可是不多。会看天气怎么样。如果雨很大，我们不要上班了。有很多人跟我说台中很安全，没关系，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好。有些店家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可能呢会不营业，或者是呢提早结束营业。也提醒民众呢，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啊，风雨可能会持续的增强。如果没有外出的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外出，或是如果要前往夜市啊，或是一些户外的场所，也要留意地方政府是否有停班停课或相关的管制措施，并注意自身的安全。好，继续回来看到的是八威朝着台湾来靠近哦。那北北基桃在昨天是已经宣布，今天呢是放台风假的。而对此呢，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是接受了 TVBS 网络节目的专访，他强调呢，对于蒋万安放台风假的决策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说一定必须要遵照 SOP。我们一起来关心。能体谅蒋市长这一次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吗？我是没什么意见的，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文化，像我是，如果是你呢？我就强调 SOP 啊，我一定会讲说为什么我要放假。台风假该怎么放？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当然要依照 SOP。你可以订立个 SOP， 然后每个县市按照这 SOP 做决定，那就好了。如果我是长，不要这样讲，我现在选不上。我如果是总统，就把全国这个人事数，那跟气象局来我们定个规则清楚，就照这样。希望中央有统一标准，不只是以前市长身份，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接受 TVBS 网络节目《政治一点名》专访，也谈到近期民进党猛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没审。政治本来就是要妥协，要协调。是，我觉得蛮惊讶的，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偏执的？哦，你看看哦，小英在卸任之前还请我吃一碗牛肉面，找我到总统府说啊，这个哦，不管怎么样哦。我要卸任了，你知道吗？过去大家有什么误会啊，什么都可以讲一讲哈，至少小英还表达善意。这个假日上来就把我抓去关了。柯文哲直言，促成蓝白合的就是总统赖清德，而先前评论竹北市长蓝白合，才说不能被国民党整碗端去。那可是现在看得出来，国民党的态度还是非常的硬，就没有松动。你觉得在这个地方，所谓蓝白合已经破局了吗？不会啊。那我跟你讲，蓝白合，
我看在短期内都不会破解，因为促成蓝白合的是赖清德。2026地方选举蓝白合是共识，柯文哲强调要把选票变成席次。如果议会都没，如果还是全台湾只有14个议员，我看下一次2028不用选了。2026不能只有14席，2028才有底气。体育月选朱光宏、杨佩宇台北参谋到。好，那么台风来袭，而基北北桃宣布停班停课。可是啊，今天台北市一大早是出太阳的，所以呢，就有人质疑啦，蒋万安是不是为了要拼连任才放假的呢？而他说不能够轻忽台风对市民的影响。那么新北市这边风雨没有达标，也放了假。则侯友宜就强调啦，在新北的这16年间，所有的放假标准，通通都是一致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早就坐镇台北市灾防应变中心，就怕入夜后出现台风灾情，但看看外面可是大好天气。这真的有达到台风假标准吗？北台湾、台北、桃园、基隆第一时间就宣布放台风假，唯独新北迟了半个小时才宣布。但明明是北北基桃共识，症结点在新北白天全市风雨未达标，只好以傍晚东北角及北海岸风力预测达标跟进放假。昨天停班停课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风力已经在下午傍晚的时间，在山区跟海边的风力是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8位来袭，北部首长看来压力很大。台北市长蒋万安过往只要放台风假，脸书都会搭配一张帅照，这回首次打破惯例，似乎也是战战兢兢。传出在前一天的白天，北市基隆早就倾向要放台风假，也被外界认为是因为今年要市长选举拼连任才早早定调。这难道就是新北挣扎的理由吗？新北市的决定，我在这里16年决定的标准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做了按照科学的依据以及所有专案的数据做了综合研判。我们连日到 EOC 参与的会议气象团队都预判可能会如同2015年苏迪厄台风对于台北造成的严重灾情，也可能甚至像之前的艾利台风，造成台北是非常严重的灾情。所以，身为决策者，我绝对不能轻忽这可能对于市民朋友造成的影响。双双否认政治考量，民众则把握这台风假冲 KTV、百货公司血拼。北市包括星光三月、SOGO 等部分分店休馆，但像美丽华、南港拉拉 Pro 照样营业，标准不同调。当然，营业场所我们还是希望一样以确保员工还有所有顾客的安全为最优先考量。每年必考的县市首长政治台风学，这一回你打几分？TVBS 新闻刘崇伟、蔡炳勇台北报道。好，那么在昨天呢，一宣布放台风假之后呢，有不少旅客就马上冲到了高铁的台北站要来搭车，现场呢是出现了非常多的人潮，除了人挤人之外，还有不少买对号座的旅客是上不了车，所以呢就开始大声尖叫啦，还喊说我没有办法上车，跑去跟站务人员说明原因之后呢，竟然是被站务人员呛瞎说。人家叫你去死，你要不要去死？这样子的话是让旅客听到非常的愤怒，而对此高铁表示已经收到相关反应了，也会来进行调查。我们一起来看。月台边挤满人，想往前走只能紧贴肩膀移动。周四晚上9点多，高铁台北站被民众拍下，说是因为宣布放台风假的关系吗？月台边超级多人，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其余车厢都开放站立。到了晚上10点多，桃园站也超多人。也有人在新竹站时，商务车厢里有旅客站在走道，就卡在车厢最前面行李区旁边的位置，忍不住发文说卡在车厢通道不让人下车出去，被硬挤出来的人又马上挤回去。还有民众怒批买了对号座，却因为自由座人太多，有人要下车，基于礼貌先退开，没想到车门随即关上，事后却遭到这名站务人员质问为什么没上车，说明原因后，站务人员还反呛，人家叫你去死，你要不要去死？让民众气炸。我们就跟他讲，结果那女生就直接说：“你们对号座为什么没上车？你在哭有什么用？叫你们对号座上车，你们就不上。他叫你去死，要不要去死？”我们就一直跟他讲说，
里面的人有喊说上一站的人要在北车下车，先让他下车。民众强调可以理解，因为停班课造成返乡人潮，第一时间一线人员承受极大压力，但不该口不择言，用羞辱性的言语对待旅客。台湾高铁表示，旅客已经向客服反映，收到后将立案调查，也提醒旅客，台风期间未使用车票1年内都是可以退票且免收手续费，只是站务员忙到理智线断掉，言语不当，恐怕还是得尽快了解处理。TVB新闻综合报道。好，那我们要先带您来透过我们挂框板的画面，这个画面呢是来自花莲，您可以透过画面当中看到了这个浪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根据现场我们的记者回报给我们的一个浪高呢，大概已经有超过6米了，也就是将近2层楼的一个巨浪。好，那么在花莲这边呢，也是刮起了8级的强风。好，现在呢整个台风啊已经开始逐渐来逼近台湾。接着要来跟大家说的是有关停班停课的资讯。要先来提到的是，基本上全台湾除了本岛之外，全台湾除了在台东之外，通通都是停班停课的。而这台东的兰屿跟绿岛这边也是停班停课的部分。好，那么有更新的这气象署的资讯，我们马上带你关心。时刻提醒大家都要严防台风所带来的强风及豪雨。我们先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台风的现况。在今天晚间11点，巴威台风的位置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南东方，大约48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它移动的速度很稳定，预计未来也会持续朝西北方移动。那可以看到，目前它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东部的近海。那随着这样的移动行进速度跟方向，预计在明天的凌晨，它的暴风圈也会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陆地。那随着台风往西北方前进，预计在明天整个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它的中心会逐渐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这段时间也是它为我们带来最剧烈风雨的时候。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上看一下台风影响的现况。在过去几个小时，台风的中心已经逐渐进入了我们雷达可以观测的范围。那可以看到，目前它的中心在这个位置，而它的外围环流目前为台湾带来比较偏东北到北北东风。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受到外围环流加上一些地形作用的影响，已经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风雨出现。这些颜色比较偏黄偏红的对流底下都是一阵一阵比较明显的风雨。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风是这样吹。那在北花莲地区，目前受到地形的影响，比较属于背风面，有受到背风沉降效应。在现在晚上11点多，这个区域的高温有来到33到甚至接近35度附近。那我们预期明天在台风环流影响下，很多地方会下大雨，但是在背风面的花东纵谷地区，仍然可能会出现焚风的高温。我们从整个雨量图来看一下接下来降雨的趋势。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各地的风雨都会更加明显，尤其是降雨在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整个降雨的雨势会更大，雨量累积的速度也会相当快。而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平地的部分开始会有间歇的降雨出现，而在山区雨量持续的状况也会越来越明显。一直到明天的白天，整体的降雨雨势更大，雨量更多。那要到明天的晚上之后，随着台风的中心逐渐通过台湾北部，那在台湾各地的降雨才会有开始比较减弱的一个趋势。但是要留意，其实在明天之后，尤其是到礼拜天，台风北上以后，因为环境带来的是西南风，而且还是有不少水汽，所以整体来说天气并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到礼拜天，中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的降雨，而且在在北部地区以及宜花地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出现。而除了雨之外，我们也来看一下风力的预测。在随着台风接近，台湾各地的风势都会越来越明显。那根据我们预测，在这张图上，比较蓝绿色的区域是阵风9级的地方，黄色的区域是阵风10级的范围，而橘色的区域则是阵风大于12级的区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在今天的凌晨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台湾各沿海地区陆陆续续就会开始出现10级以上的阵风，而到了明天的白天，甚至是到明天的下午这段时间，风力还会再更为增强。在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屏东地区比较内陆的地方，也可能出现10到11级的阵风，其中要特别留意的包括桃园以北跟北海岸，还有在恒春半岛、兰屿绿岛以及马祖地区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提醒大家接下来风力还会越来越明显，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这边最后帮大家总结明天一整天各地分区的一个风雨影响哦。我们首先要先特别提醒在北基桃的朋友，接下来一段时间，尤其是明天整个白天，风雨是最猛烈的时候，尤其在沿海地区要留意12级以上的强阵风，而在山区要防范超大豪雨，在平地也可能会出现大豪雨。而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中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在明天也会有强风豪雨出现，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中山区也有超大豪雨发生的可能性，而宜兰地区的山区则是要防大豪雨。而在中南部地区，虽然整体的影响没有北部跟台中以北这么剧烈哦，但是呢，也是会有一些强风出现的状况。除了沿海的风特别大，内陆地区也会有感受到强风的影响。而在这些地方，平地是以阵雨为主。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山区也要留意大豪雨；南高屏地区山区则是要留意豪雨等级的降雨。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恒春半岛也有机会来到12级左右的强阵风。而在东半部地区的花莲跟台东，属于背风侧，所以受到台风本身的影响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不过沿海也会有强阵风出现，而且在纵谷内部有可能出现焚风带来的高温。那也要提醒，在兰屿绿岛，明天依然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的可能性。而在离岛地区，我们要特别提醒，因为台风后续的路径是逐渐朝马祖方向马祖的北方在前进哦，所以在马祖地区，在明天开始风雨会逐渐增强，那狂风跟大雨的现象会持续到12日的白天，那也要留意12级以上的强阵风。而金门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不明显，在明天要留意的是焚风的高温。不过在台风北上之后带来西南风，12日之后12日金门的风力反而会增强，所以要特别留意。而澎湖地区则是主要受到强风的影响，那有时候会有间歇的阵雨出现。气象署要提醒大家，在台风影响的这段期间，请避免前往山区、海边以及溪河边活动。那在安排任何行程的时候，请以安全第一为优先考量。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度过这次台风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晚间的台风动态说明。好，那么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在明天的白天，整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会是最明显的。在基北桃这边，必须要注意到12级以上的强阵风，要特别小心，并且也要提醒您远离沿海以及山区了。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在基隆这边，不少店家要防台，所以架设了防水挡板。就是担心淹水造成损失哦。而在新北的9份老街，虽然还有很多的外籍游客来上山观光，但是人潮是比之前的平常周末少了不少。我们一起来看。9份老街陆续有游客来打卡，但比起平常周末，人潮明显冷清许多。一直都不是很多，今天真的很少，店家也很多都没开。一整排店面有不少都已经拉下铁门，暂停营业。八八台风持续接近，新北9份老街也起风了。不过下午时间还是持续有外籍游客来观光。Actually, we were so scared because we were travelers, but I hope the typhoon doesn't come until here. And how do you feel? Shock. 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行程早就安排好，就算台风逼近，还是照样上山。但看到天气变化，心里难免紧张。另外，到了基隆，百年饼店10号上午照常营业，不少人特地来扫货。才买回家就有的吃啊，早上买，中午吃一吃，晚上等台风啊。另一头店家也没闲着，老板蹲在门口忙着装设防水导板，因为过去真的淹怕了。钱淹到哪里？就淹到这么高啊，到你腰这么里啊？没有到大腿，最严重都淹到上面，淹到
最上面。想起过去淹水惨况，店家仍心有余悸。还开门做生意的机车行也打算装上防水隔板。八威台风步步紧逼，北海岸沿线提前备战，只盼这次不要再有财损。TVBS 新闻刘新奎、谢文祥、吴婷新北基隆采访报道。好，那这八威的威力不止影响台湾，包括在日本的石垣岛同样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在下午之后呢，雨势是越来越大了，在海边也掀起巨浪，因为海空交通全面暂停，在岛上的超市物资被抢购一空。而曾经来台湾追台风的知名追风人，现在也抵达了石垣岛，要来感受八威的威力了。天空乌云密布，雨越下越大。日本冲绳县石垣岛已进入八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范围内，不少店家在雨中架设防风网，当地超市也挤满囤货人潮。今日明日は多分出れないと思うから、それで前もって買います。何買いますか？ビールとお菓子。これで OK。渡轮码头柜台拉下铁门，机场航厦大楼也关闭，因为这2天岛上海空航班全都取消，游客被迫延长停留时间。私が立っているこの場所からは白波が立ち、荒れている海の様子が確認できます。この台風接近に伴い、現在宮古島地方と石垣島地方に暴風・波浪警報が発表されています。日本气象厅预估，八威将在周六上午最接近冲绳仙岛群岛。目前，宫古岛与石垣岛已发布暴风巨浪警報。沖縄県内の約50戸、名護市約40戸、本部町約10戸で停電が発生しておりますほか。日本政府呼吁冲绳县民众保持最高等级警戒，严防暴雨、巨浪、洪水和土石流灾情。岛民堆沙包严阵以待，却有勇者跑来石垣岛追风。And I'm in Taipei, about to get on a flight for Ishigaki-jima. 美籍追风人 Josh 拍下饭店外狂风暴雨，路树被吹到弯腰。他与同伴将在石垣岛停留，勇猛直击八威台风威力。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在南韩虽然呢是没有受到八威的影响，但是梅雨锋面笼罩，这暴雨还是非常的严重，包括在首尔各地都出现了不少淹水灾情。有气象专家就警告了，这南韩的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天数已经翻倍了，而在未来啊，这极端降雨发生的几率也会越来越高。 경북 영주시 풍기읍 남원천에서는 하천변을 산책하던 70대 남성이 급류에 휩쓸렸는데요. 泥流夹带土石奔腾，河滨步道已完全被洪水淹没。南韩首尔遭逢梅雨侵袭，连日暴雨导致各地灾情。 현장에서 빗물이 쏟아지고 있습니다. 경기도 화성시 만세구 장안면에 있는 한 산업용품 제조 공장에서 많은 양의 빗물로 인해서 천장이 붕괴된 겁니다. 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统计，截至10号早上6点，已接获453件设施受损案件。中清南道有6处河川堤防被冲毁，中清北道及江原道地区也发生5起土石流灾害。 한강 홍수 통제소에 따르면 필승교 수위는 오전 3시부터 급격히 상승하기 시작해서 오전 6시 10분쯤 1.09m를 기록했습니다. 这波豪雨已造成7个广域行政区共758人撤离，当地8座国立公园共156条登山步道禁止进入。只是南韩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天数，已从年平均12天增加到26天。全国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情况，也在10多年间暴增9倍。 기상청은 앞으로도 탄소 배출을 줄이지 못할 경우 100년에 한 번 나타날 극한 강수가 21세기 후반쯤엔 현재보다 약 53% 더 증가할 것으로 예측합니다. 而在出梅后，受西北太平洋高气压影响，首尔将迎来夏季酷暑。 당장 내일부터 서울의 낮 기온은 33도까지 치솟겠고 체감 온도는 이보다 높은 34도 안팎을 보이겠습니다. 南韩气象厅预测，下一波梅雨将在下周3来袭。雨神降临前，首尔将持续闷热天气。TVBS 新闻综合报道。
好，那么台风放假，而外送呢是也跟着暂停了。但是啊，有这咸酥鸡名店在前一天是多了20包的食物等不来外送员哦，那么业者就寄出了1包150块钱的优惠价格来便宜卖，担心食物被浪费哦。那么事后呢，他们也跟这个平台反映了。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一边装咸酥鸡的手没停过，另一头赶紧继续炸。支援咸酥鸡台风天停班停课还是有开，但就是少了外送，因为按照规定不能营运。只是没想到前一天导致10大店20包餐点就这样孤零零待在架上，等不到外送员。民众也 po 出照片，说店已经关门，还想说可不可以买。阿姨拿了一袋，说150，就这样付了钱，把461元的外送带走了。也说江先生抱歉了，把你的10元吃掉。没想到这真的钓到本人。9号晚上11点10分下订餐，32分就好，但一直没送到自己手里。江先生说没关系，平台会退钱，只是真的等到快饿死。一定有赚到啊！哎，怎么说？就我就来买，然后还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赞成的，这样会不浪费食物。毕竟咸酥鸡冷了也就算了，就怕最终只能通通丢到垃圾桶。而台北的3家店，还好其他2家有好心外送员提醒先行关闭平台。业者也问了外送，说有申诉管道能拿到款项。一团乱嘛，因为遇到这种状况，大家都很焦虑，然后才想说把它送给客人啊，送给客人或是便宜卖给客人，他们可以来跟我们退费，因为现场的人不知道外送平台的金流。以台湾2大外送平台来说，宣布停班停课、暂停营运，也暂停外送。从当日的0点开始就会停止服务，会提前30分钟关闭平台。不是第一次台风不能外送，但刚好时机点很不巧，才差点让20包的咸酥鸡统统进了厨余桶。TVB 新闻陈宏祥、张亚婷台北采报道。因为担心鲜食过期，在新庄一间超市寄出买1送1。间歇性雨势，街头显得冷冷清清。八位台风来势汹汹，新竹县市10号停班停课，平常车水马龙的竹科园区形同空城。不过这一放让提早备料的餐饮业者措手不及。科学园路上这家便当店，早在9号晚上8点宣布放假前就准备好500个便当的食材，结果一放假，园区公司没上班，便当没人吃。老板为了不浪费，索性在社群上发文，食材通通免费送。算一算，这些新鲜蔬菜可以发给超过100位民众。老板也开玩笑地说，台风天便当店不卖便当，而是变成蔬菜加工厂。同样面临报废危机的还有新北新庄红会广场附近这家超商。由于星期五临时放假，接着又是周休2日，原本为了平日上班人潮准备的鲜食，就怕滞销放到过期。店家直接在冷藏柜上方贴着大大的买1送1，吸引附近居民前来抢便宜。不少人扫获好几个便当和饭团。店员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显得这项策略成功了。台风假虽然让不少业者有些措手不及，所幸店家的及时应变，避免食物被浪费。体育新闻综合报道。好，那么再来关心到的是，预估啊，在周6凌晨的暴风圈触陆之后呢，整个台风影响台湾的情况会最为明显。一起来看。8位台风逐渐接近台湾，带来的风雨也将越来越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台8威持续朝西北方移动，目前中心位置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北东方大约5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预估周6凌晨3点暴风圈触陆，上午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周日清晨6点暴风圈脱离台湾陆地。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随着台风环流的影响，因为受到地形的作用，降雨的状况会更为持续，可能出现豪雨，甚至在更大一些豪大雨的状况。外围环流影响，花东平地反而属于背风面，雨量会偏少。花东纵谷要留意会有焚风高温，而随着台风接近，风势越来越强。从中午凌晨到8点，当日最大阵风，西半部、东北部、台中、彰化、云林沿海已经出现10级强阵风，兰屿更是有11级强阵风。明天各地。台湾各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离岛都有机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其中特别是在比较接近台风的桃园以北及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还有兰屿绿岛、
以及马祖地区要留意，可能有12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气象署发布巨浪告警，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北台东的沿海以及兰屿绿岛会出现6米以上的浪高，各沿海也会出现3公尺以上的大浪，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音乐新闻陈建明、陈阿彤台北采访报道。好，台风来袭，也要特别提醒您，外出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那么再一次祝福您平安顺心，我是万少安，我们再会。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